2012世界末日的预言真的没有发生吗？你以为玛雅预言真的失算了吗？当年美国航天局观察到太阳周围有一神秘物体，难道当时有股力量保护了地球？2012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。11年的时间眨眼而过，但2012世界末日的预言依然历历在目。在12月21日那天，有无数人相信会有大灾难发生，然而这一天没有出现任何异样，似乎只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一天。此时人们不免对玛雅预言产生怀疑，甚至对玛雅文明也出现质疑，认为玛雅文明没有那么神奇，只不过是世人传播的谣言。但实际上，玛雅文明的确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座瑰宝，它在4000年前突然出现，又在几千年后突然消失，这让人感觉它只是地球上的一个过客，人们只能从他们留下的遗迹中找到他们存在的证明。让人震惊的是，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，玛雅文明就出现了高度发达的数学、天文学、建筑学等知识，成为了一个无法解释的未解之谜。那么玛雅文明到底发达到何种程度？为何让现代科学家也叹为观止呢？玛雅文明出现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，在公元250年达到巅峰。在这一时期，玛雅人不但建造了极其宏伟的金字塔和城市，包括神庙和宫殿，还成为中美洲地区的霸主，控制了所有的贸易、经济和政治。但奇怪的是，考古学家们并没有在玛雅遗迹中发现任何铜器和铁器，似乎他们只是靠着石器就发展出了如此先进的文明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，但却在现实中发生。不过最让人赞叹的是，他们发展出了一套极为复杂精准的历法与数学体系，比如他们是第一个使用零作为占位符的文明，在他们之前根本没有零的概念，这一概念十分超前，使得玛雅文明在天文历法中有了更深层次的研究。在那个没有精密天文仪器的年代，玛雅文明就已经计算出太阳绕地球一周的时间，这个时间为365.2422天，精确到小数点后4位。而现代天文学家通过各种精密仪器测定的结果为365.2420天，与玛雅文明的结果仅有0.0002天的差距。玛雅人把自己的历法称为太阳历，因为这是观察太阳而得到的历法。除此之外，玛雅人还创造了金星历、卓尔金历、长纪历。金星历是通过观察金星而创造的历法。很多人奇怪，即便是现代人，也大部分都不知道金星在哪里。玛雅人是如何确定金星的位置，并进行长年累月观察的呢？他们通过观察发现地球绕太阳8圈的时间和金星绕太阳5圈的时间相等，于是测算出金星一年的时间为584天，而现代天文学家测算金星一年的时间为583.92天，两者仅相差72分钟。玛雅人的第3种历法是卓尔金历，也被称为神历，是玛雅人专门用于宗教的历法。它将一年时间分为13个月，每月有20天，一年有260天。科学家尝试了很多推算，都不知道该历法是以什么为基准。对此，有人推测玛雅人可能并非地球原始文明，而这种历法也并非源自地球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玛雅3大末日预言，其中2大预言已经实现，但为何到2012世界末日的预言上却完全失灵了呢？有人说不是失灵，而是人类被救了。而美国航天局的一个发现竟与这一说法不谋而合。玛雅文明是在16世纪突然消失的，谁也不知道玛雅文明到底去了哪里。后来人们寻找到玛雅人的后裔，但这些后裔也不知祖先的真实去向，只说他们去了天上。联系玛雅文明在数千年前突然出现，以及玛雅巴加尔2世石棺上的飞行器，因此有人认为玛雅人并非原始地球人，而是来自外星的天外来客。正因如此，他们创造的卓尔金历很可能是他们原始星球的历法，这样就能解释卓尔金历的来源了。当然，这种说法只是人们的推测，并没有任何确凿证据。而除了卓尔金历，玛雅文明还有第4种历法，这种历法被称为长纪历，也叫玛雅历。而这一历法就是2012世界末日说法出现的根源。在玛雅历中，他们认为每隔5125年，世界就会进入一次重置，地球会经历一次彻底的毁灭，然后重生。这种历法据说是玛雅人根据太阳系远离银河系中心方向的周期，从而计算出来。这个周期的时间为25625年，被称为星系日。在一个星系日中有5个纪元，一个纪元就是5125年。由于每个纪元结束的时间，银河系都会出现强大能量波动，影响太阳系的天体活动，从而导致地球气候发生灾难性变化。
造成世界末日。而2012年12月21日正是一个纪元的终结，因此就有了2012世界末日的说法。对于世界末日，玛雅文明中也有宗教方面的解释，据说是太阳神与黑暗神的战争。在过去4个纪元中，黑暗神分别发动了地、风、火、水4大灾难，妄图毁灭世界，但这一切都被太阳神所阻止，也使得地球上的生命生存下来，并逐渐产生了人类文明。第4次黑暗神发动的是水的灾难，也就是世界各地文明中记载的大洪水灾难。这一灾难中，人类侥幸生存下来。但对于第5次灾难，由于这是一个星系日的终结，因此在这一次的争斗中，太阳神将被黑暗神击败，而这就是世界末日的真相。当然，这些都是玛雅文明记载的片面之词，毕竟在人们心中，所有预言未来的人都是神棍。但让人震惊的是，玛雅预言中的另外2个预言都十分精准的应验。比如玛雅文明预言，在1519年3月5日这天，会有一个庞大的蝴蝶自海上远道而来，玛雅人会热情招待这只蝴蝶，却不知道这只蝴蝶心中藏着杀机，最终玛雅文明也会因为这只蝴蝶而消失。这里指的庞大蝴蝶就是西班牙舰队的风帆船，这些风帆就像翅膀一样，带着西班牙的贪婪和杀戮进入美洲。事实上也是如此，西班牙人在1519年3月5日这天登陆尤卡坦，3年后彻底征服阿兹特克帝国，玛雅文明也是在这一时期突然消失。那么玛雅文明的另外2个预言又是什么呢？美国航天局可能发现了2012世界末日的证据，玛雅预言没有失算，而是有人救了人类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玛雅人的第2个预言是说，在2009年7月22日，地球将陷入至暗时刻，暗黑之神降临，将吞噬太阳所有的光芒，这是第5个世纪即将终结的信号。那么这一天发生了什么呢？其实对于人类而言，这次影响并不明显，只不过是发生了一次日全食。这次日全食正是发生在2009年7月22日，在长江沿岸就可以观测到这次日全食。当时人们认为这只不过是一次罕见的天文现象，但以玛雅文明的预言来看，这却是黑暗之神降临的征兆。正是因为玛雅人的前2个预言都得到应验，因此2012世界末日的预言才被广泛传播，并被无数人相信。然而在2012年12月21日这天，世界末日并没有降临，甚至连一个稍微能引起世界震动的灾难都没有发生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有人认为世界末日早已降临，只不过是人类不知道而已。2012年之前的你已经死去，现在的你是世界末日之后全新的你。对此他们还找出了不少佐证，比如2012年之前发生的很多事情人们都失去记忆，比如2012年之后的时间过得比以前更快。另外玛雅后裔的长老也曾站出来发声，他解释说，玛雅人说的世界末日并非世界毁灭，而是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到来，所有一切都将焕然一新。这固然是一种说法，但还是有人提供了另一种观点，甚至还附上了视频证据。这种说法认为2012的确是世界末日，只不过是有人拯救了世界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在2011年时，太阳黑子变得十分活跃，这引起天文学家们的注意，并发现一切区域的太阳黑子呈现出大爆炸的状态。然而在仔细观察后，他们却看到神奇的一幕。在2012年3月9日，美国航天局的一个观测站看到一个神秘物体近距离接近太阳，这个物体探出触手一样的东西，似乎在吸收太阳中的某些物质。这一过程一直持续了3天时间，随后突然消失。据观察，这一神秘物体的体积至少是地球的50倍，但因为观察视线受阻，人们根本无法看清神秘物体的全貌。有人认为这可能就是2012没有造成世界末日的原因，因为有人提前扼杀了太阳中的某些危险，从而拯救了地球。当然这都只是猜测，大家当故事听听即可。看到这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